最近美股几乎是隔一段时间就有大股在领涨，像是微软、英伟达、谷歌、博通是轮番拉升，感觉这个美股七强好像真的是想轮流涨一遍。那今天呢，我和大家聊一只蛮特别的 ETF， 它的持仓只有10只股票，全部像是英伟达、博通、谷歌这样子的超大型成长公司，而且它近3年的年回报率呢有42%，几乎是 QQQ 的1倍啊。发行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，已经涨了465%了。那它就是 FNGS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主要会分析一下 FNGS 的优点和风险，以及它和主流的 ETF， 比如说是 QQQ 和 VOO 相比，哪个更加好一些？它到底适不适合长持，以及在目前这个市场上面还能不能买？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的研究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先来说一下这个 FNGS 它到底是什么啊？它全称呢是 Michael Senators FANPLUS ETNS 是由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银行 BMO 发行的。那很多地方会把它这支呢归类成 ETF， 但严格说呢，它是 ETN， 它是属于交易所票据。它和 ETF 的区别呢，在于 ETF 它是属于基金的，那背后是真的去买这一篮子的股票，那资产呢也是属于独立托管，就算管理它的基金公司出问题了，那这些股票呢还是你的。但是 ETN 更加像是银行欠你的票据，那只要这个银行还在，它承诺给你的这些指数回报就当然是作数的。但是如果说发行的银行它出问题了，那它欠你的钱你就不一定能还得上了。那 FNGS 呢，它成立的时间是2019年的11月份，它追踪的是 FANPLUS 的指数。这个指数里面呢有10只股票，全部都是美股最有代表性的科技成长股啊。最早开始的时候呢，只有脸书、亚马逊、奈飞和谷歌，后来慢慢的扩展到10只。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也都在里面。而且这个指数呢，每个季度它都会审核一次，然后把谁表现不好的就踢下去，然后拉一只表现好的进来，保证这10只股票呢一直是市场上面最强的科技龙头股，而且它是等权分配，每只股的占比差不多就是10%左右。美股这2年一个主流观点呢，就是大盘全部都靠美股7巨头撑起来的。FNGS 相当于就把这个美股最强的7巨头全部打包起来。那这么高度集中的组合里面，在牛市中它的收益肯定是远远甩开大盘的，所以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涨得快。我们看它近1年的回报率就有37.79%，3年的年平均回报率就有42.25%，5年的话有21.42%，5年平均每年的回报都在20%以上，这个还是我们经历了之前的疫情以及22年熊市之后的结果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和纳斯达克前100指数 QQQ 和标普500指数 VOO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呢，这个收益就更明显了。近1年的话呢， QQQ 的回报率有20%以上， VOO 有15.96%，那 FNGS 37.79%，几乎是他们的2倍了。3年的年平均回报率呢， FNGS 像我们刚刚看的非常高，40%以上的年回报率QQQ 呢是24%， VOO 是19%。那5年的平均回报率 QQ 跟 VOO 呢都是14%以上，那 FNGS 是20%以上。那10年的回报率，虽然说 FNGS 它是19年发行的，没有这个数据，但是我们对比之前的这些数据，可以推断出它的表现应该是优于 QQ 和 VOO 的。那大概率呢，10年的话，就今后如果到10年的话，它的收益应该也是可以在20%以上。它还有个优点呢，就是优胜劣汰机制，它始终保持持仓呢是美股市值最大、流动性最好、基本面也最强的科技股，像是英伟达就是这2年被加进来的。而且它持仓的这些股票吧，在 QQQ 和 VOO 里面都有，只不过呢 QQQ 的持仓有102只股票， VOO 的话有507只股， FNGS 呢它里面就有10只股，所以说牛市里面就跑得特别快。那我们聊完了优点之后，再来好好说说它的风险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结构性风险，它是 ETN， 那不是我们传统的 ETF。如果说它的发行银行 BMO 出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那它所发行的这个票据也会出现兑付的风险。
那你说我不买这个 ETF 不就好了吗？你票据有风险，我能不能买 ETF 呢？其实我也找过啊，在美股呢，其实没有类似的 ETF。Vanguard 好像是准备要发行，不过现在还在审核当中，可能年底或者明年吧，有希望出来，到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。但是我还是找到了一只追踪FAN 加指数的 ETF， 不过它是澳洲发行的，它的代码就是 FANG， 而且我看到它的回报率比我们刚刚看到 FNGS 更好啊，它3年的年平均回报率有45%，我们刚刚看到 FNGS 是42%嘛，5年的话有28%。所以说它更好，而且费用还更低。费用的话是，我看一下这边啊，是0.35%，FNGS 的话费用是0.58%嘛。因为它是在澳洲发行的，所以如果你要买这只 ETF 的话，可能要换成澳元当地的货币啊，才能去购买。购买的话，在盈透证券就是 IB 上面就可以找到，你直接查 FNG，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，你后面再加个 ASX 就可以找到了。我把盈透的链接呢也放到视频的描述区，盈透是我频道的合作券商之一，大家点开看看呢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我们回到 FNGS 这边啊，毕竟目前用美元购买的话呢，它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那它作为ETN 来说呢，它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有到期日。它的到期日呢是2038年的1月8日，到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还持有这只 ETN 的话呢，那银行会按照那个时候指数的最终的价值来兑付给你现金。第3个风险呢，就是它的集中度太高了，这其实也是它的优点之一啦，就是涨起来特别快，唰的一下就涨个20-30%了。但是跌起来也挺狠的，在22年熊市的时候呢，它从最高点到下面跌幅有50%以上。那在25年市场的一个回撤当中呢，它也有30%的一个跌幅。同样的时间呢，25年的时候 QQ 只有25%的跌幅，在22年熊市的时候 QQQ 的跌幅是37%。VOO 的表现就更加稳定一点了，它在22年熊市的时候跌幅是26%，那在25年的回撤当中呢是21%。所以 FNGS 虽然说它整体的涨幅比较大，但是真的遇到熊市，它的跌幅也要比大盘大很多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 FNGS 的成交量不算大，附图这边显示的成交量是8.49万。市场上面更加活跃的其实是它的3倍 FNGU， 那成交量有399万。所以对于 FNGS 呢，如果说你是几万或者10几万的资金，那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资金量很大的话，那买卖的时候呢，就有可能会遇到差价。最后还有个小缺点，就是它的费用呢比一般的 ETF 要高一些。它的费用呢是0.58%，QQQ 的费用是0.2%，VOO 就更低了0.03%。虽然跟它的收益比起来好像不算什么，但是长期下来呢，这个也是一种成本啦。今天会想和大家聊这只组合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最近美股确实涨得挺好的，再加上市场都在预期降息，那对股市也是利好。那这个时候是买英伟达好呢，还是买谷歌好？但是他们都已经涨了一波了，要是碰上财报不及预期啊，或者说突然出一个消息，那股价回调，我们还要天天盯盘，操心止损止盈，那就不如买个组合，这样就不用猜哪只股票会在下一波领涨，反正都在这个组合里面轮流上涨来帮我们赚钱。当然 FNGS 它的风险也不少，毕竟它是 ETN， 本身呢就有发行银行的信用风险，费用也要比一般的 ETF 高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，如果说市场转向了，在熊市里面它跌的要比大盘厉害很多，所以说呢，我更加倾向于把它当做一个是中长期的波段仓位，而不是长持不动的这种核心仓位。操作上面呢，我个人的建议还是核心仓位放在像 VOO 这种比较广泛的标普500基金上面，它比较稳定一些，费用也挺低的，只有0.03%。那小部分仓位呢，可以配给比如说是 QQQ 或者是 FNGS， 这样呢，我们既可以享受到科技股上涨的红利，也不会把整个组合的风险拉得太高。
当然，我们从22年熊市底部出来已经有3年时间了，市场的估值呢也都不便宜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分批建仓的方式会更安全一点，我们不用一次性把钱全部投进去啊。比如说你计划投个10万，可以分成4到5次，然后每次投个2万，这样子呢既可以平摊你的成本，而且就算短时间你买在高点，那心态上也不会太难受。还有别忘了提前设置好止盈点，那如果说这个牛市的趋势真的改变了，那像 FNGS 这类的科技股非常集中的组合就要果断的减仓了，因为在熊市里面呢，它的跌幅真的是比大盘多很多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对 FNGS 这种大科技股的组合有什么其他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尽量的回复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